左边是一台2018年的 Model 3 Performance， 右边是新的2024年全新焕新版 Model 3 Performance。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胡老板。在我身后呢，对，没有错，就是我的两台 Model 3 Performance。左边的这一台呢，是我的2018年的 Model 3 Performance。那右边这一台呢，就是我们全新的2024年焕新版的 Model 3 Performance。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左右对比一下，它们两个差别在哪里。那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好，首先我们就先从车子的前面开始看，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呢，大灯、保险杆、还有雾灯以及前面的夏威夷的部分呢，都有所不同哦。在新款的 Model 3上头呢，简单来说，它的车子变得更流线型了一点。那在旧款的上头呢，就也不能说就是圆圆凸凸的，它就是没有那么流线啦。那大概最主要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哦，左边跟右边的它们这个保险杆的这个算是凸出来的弧线的部分呢，其实在新款的 Model 3上头呢，它是比较低的。那我们讲的这个弧线就是这个弧线，这个以及这个好，大家如果从前面看的话，明显可以看到左边的比较高，右边的比较矮。那在那个 Performance 上头呢，又增加了右边的呢黑色的这个夏威夷的部分，之前的版本呢这里是没有的。但是有一个差别是，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，特斯拉这次竟然把雾灯在新款上头竟然没有雾灯哦。那可能在很多地方呢，开车是不需要雾灯。我个人觉得有一点雾灯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啦，但这个东西呢就见仁见智。那同样的呢，在旧款的 Model 3跟新款的3的 Performance 呢，旁边都有开口，提供更好的通风来帮助刹车降温。那其实，在焕新版的长距离跟后驱版本的话，那个通风口就是这边的这个是没有的哦。那当然啦，因为新款的那个 Performance 呢有黑色的前夏威夷的关系呢，所以呢车子看起来更流线，更有性能感哦。再下来呢，我们从旁边开始看好了。从侧边开始看的话，大家可能可以注意到是说，新款的 Model 3在前面的前置车厢的这个，我们以前讲汽油车讲的引擎盖的部分呢，就是这一段到这一段呢，好像在新款上头比较长，也比较凸一点。我们现在前面的车头呢，两个其实是几乎是对齐的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从旁边看的话，你可能会注意到它的测试镜的地方，好像后面新款 Model 3是再往后推了一点点，但其实没有差太多。从我的猜测跟判断，就是因为保险杆的可能厚度在那个上头，因为更流线型了一点，所以他们往下拉了一点。前面的呢，反而就感觉起来比较高哦。好，那因为我这一台2018年的是第一款的 Model 3的 Performance 关系，所以呢，装饰啊，还有轮框都是银色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这边这个银色，轮框也是银色的。那新款的 Model 3，其实在中间有个应该算是第1.5代吧 ，Model 3其实已经有小改款，就是说它有把这边都已经换成黑色。那现在明显的在新的焕新版上头呢，黑色的对比，其实我个人觉得比银色对比好看。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银色的对比看起来比较高级啦，但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比较凸显你的车子的白色哦。好，那在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大家就可以从外头就可以看见了，车椅是不同的。那旧款的 Model 3的椅子，新款的 Model 3 Performance 的椅子，很明显，你就因为它是赛车椅的关系，所以很明显中间的那个Performance logo 的部分呢就已经凸显出来。那你今天如果是选黑色内装的话，可能就没有白色内装那么明显哦。
那车高来讲的话，据我记得的话，两部车子的车高应该都是离地5寸哦。你如果今天买的是换新版的后驱版或长距离版本的话，它离地是5.4寸，会比 Performance 高一点点。那车子第一点就是更加帮助它的操控性。再来，我们从后面来看一下两部车子哦。明显的两部车都有跟碳纤维尾翼。那窗户的部分呢？那我旧款的 Model 3是有贴隔热纸的，新款的还没贴，所以呢，窗户的跟玻璃的颜色不一样，那个是因为隔热纸的关系哦。那明显的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是它的尾翼的设计呢，感觉是新款的比较长，旧款的好像短一点点，而且新款的这个尾翼设计呢，在旁边这边还有多一个凹的部分，那旧款的话是圆。那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旧款的 Model 3 Performance 尾翼呢，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基本上都已经在掉胶了，左边右边这边也是哦。那这个已经是我跟原厂要求换的第4个尾翼。我想如果是有其他的车友们应该都知道 ，Model 3的尾翼呢真的是问题非常多 ，Model Y 的其实也是啦。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灯，车灯明显可以看到呢，左边的设计跟右边的设计，右边的旧款的那个的车灯设计呢相对来说比较大，而且是两块式，一个是在后车厢上头，另外一个是本身跟车体。那新款的设计呢，其实整个车灯已经融合到后车厢盖上头哦。那因为也是这样子的关系，所以特斯拉在下头有注明，它还多加了一个反光板，主要是原因。虽然是说旧款也是有了，但是呢，因为法规的关系呢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向后的反光板。所以因为你这边的后车厢盖打开了，所以它灯朝上了，它下头的反光环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哦。那在另外一部分可以看到，大家新款的 Model 3呢，它把这个特斯拉的 logo 拿掉了，并且换成是直接写了特斯拉的英文字在上头。那旧款的话还是用它的 logo。那在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大家也可以看到旧款的 Performance 呢，它是写 Dual Motor， 并且下头一条红色的线。那这条红色的线呢，在以前旧款呢就是代表 Performance 版本的意思，但是在新款呢，它这次完全不写字，直接是设计了一个新的 Performance 的 logo。那这个 logo 呢，长得从远距离看长得有点像 Plaid， 但是 Plaid 的 logo 其实是旁边是直线的 ，Performance logo 直接就是斜线到中心点。那再来另外一部分呢，这个下尾翼的部分，大家可以看到新款的黑色明显大很多，而且凸显很多。旧款的呢，就是一点点而已哦。再来另外一个部分，我经常被其他的车友们吐槽，就是2018年的 Model 3后车厢不是自动尾门，是手动的。那新款的话，直接按一下，它就会自动打开了。对，后车厢打开以后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，其实后面的开孔呢是没有改变的，而且呢，同样因为是 Model 3的关系，它的本身的车架设计啊也没有改变，所以它里头的后车厢空间其实是一样大的。那下面的这个置物空间也是一样大的哦。只是新款的部分呢，这边就多了一块可以储物的空间哦，因为他们把那个重低音喇叭换地方放了。我们回到旧款，你看明显嘛，这边旧款这里就是实心的，没有空间放。那个行李箱空间其实大小是一样，差别是上头这边是没有喇叭，那在新款的上头，看到没？多加了2个重低音的喇叭在这里哦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内装。内装，因为我这是1代的那个 Model 3 Performance， 所以内装呢，这里呢还是盖板跟盖板的设计哦。其实后头 1.5 代其实已经有改变了，那依旧是特斯拉简约的风格嘛，基本的圆形方向盘，并且呢还有打杆跟方向灯的打杆都在上头，中控萤幕、通风口、椅子。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如果有经常看那个特斯拉的影片的话，应该都知道1代跟 1.5 代的车内设计差不多，没有差太远，主要就是中间的部分有一些不一样哦。
那门的部分呢，这边的设计呢，这个是1代的，1.5代这边是有一点点改变了。然后另外一个我必须吐槽是1代呢，钢琴黑是大家最头痛的，因为钢琴黑只要轻轻一刮到呢，就非常明显，也就是为什么我把中间贴了碳纤维。那在换新版 Model 3的部分呢，车内设计我觉得就是更加高级了。最明显的突出不同呢，就是这里多了一个车内的气氛灯哦，并且是基本上是环绕一圈。那再来另外一个前面的设计也不一样，这里呢是换成碳纤维，在旧款上头呢，这边可以看到它是白色的。好，那中控萤幕的部分呢，其实没有太大差别。但是中间的这些置物空间呢，就变得跟1.5代几乎是一样的。前面也是无线充电板啊，这边呢也有可以打开的置杯架，可以打开的置物空间。那我想这次最大在换新版 Model 3 Performance 的改变，第一个就是它的打杆就跟换新版一样，也是拿掉了，方向灯都换在方向盘上头。那最大的 Performance 的改变就是它多了全新的赛车椅。那这个赛车椅呢，我必须说，它坐起来，你如果是要舒适感的话，你绝对不要选它，因为它不会比长距离或后驱版本的舒服。因为它赛车椅主要是增加包覆性，但是它里头的这个坐垫海绵呢，相对来说就没有像长距离版跟后驱版那么多，所以这个椅子坐起来其实是偏硬的。那再来另外一个有改的地方，就是当然了，整体的椅子的设计，并且呢，新款包括长距离后驱版本还有 Performance 版本都增加了通风椅在前座，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椅子上头是一个洞一个洞的，旧款上头不是哦。旧款的 Model 3的后座呢，没有说太多的亮点啦，基本上就是中间的通风口，而且你看我的1代甚至是用 USB-A， 后来它就有改成 USB-C 哦。那就是后座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的多的亮点。反观是你换新版的 Model 3上头呢，后座更新了不少。第一个，它的椅子呢虽然没有通风，但是它变成洞式的，所以呢相对来说没有像以前旧的坐起来会那么热。另外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后面增加了中控萤幕，以及通风口呢，之前旧的是手动式的，现在也是变成触控式的，让你去改变它的通风哦。好，那下头呢也有2个 USB-C 来提供手机充电。后面的这个中控萤幕呢，提供你可以去后座的朋友们直接可以去控制自己，比方说你的椅子要加热，或者是你想听音乐、看 YouTube、玩游戏，各种设定都是给后面的乘客所使用的。不像以前的话，后头没有这中控萤幕之后呢，你要开个冷气啊或开个风，都必须是从前面的中控萤幕来帮你做设定哦。所以这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新功能。那后座呢也不用说了，隐隐约约这里呢有看到有个气氛灯的这个灯条在这里哦，真的是非常漂亮。那当然另外一个不用说了，特斯拉的白色内装呢真的是非常好看哦。车顶窗的部分呢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因为是 Model 3的设计的关系，所以呢中间还是有这个横杠在。不过它的灯后头的这个灯是有一点点不同。我们现在直接赶快给大家看一下旧款的灯放在哪里哦。旧款的后座灯其实是在中间，大家看到没？而且没有那么亮。新款的那个真的是非常亮。那因为也是 Model 3关系，所以旧款这边还是有这个横杠在。我是觉得这个不是问题，但有些人比较喜欢是一整个都是那个顶窗玻璃，也像 Model Y 的设计啊。那在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，特斯拉在新款的换新版 Model 3上头，在这里是有增加一个 Blind Spot Monitor 的一个警示灯哦。你今天如果在行车的时候呢，左后方或右后方有车的话，你如果要换道，它这里会有个 LED 灯亮起来。轮框的部分也有所改变哦，从1代到这个2代呢，它是蛮大的改变。同样呢，2个都是20寸的轮框，但是明显可以看到这边呢，其实有
加了一些更流线的设计哦。这些我们讲的塑胶这个盖呢，这里这些哦，其实是可以拿掉的，你可以把它变得更好像有型一点。不过我建议留着，因为一方面呢，你的续航力呢会增加，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也是蛮好看的，也多了一层保护啦。那旧款的轮框呢，这是1代的轮框，其实我也是觉得蛮好看的，尤其是它这样子有开口的话，很明显的可以把里头的红色刹车卡钳凸显出来哦。那在旧款上头，相对你要看到那刹车卡钳就不是那么容易。轮胎大小呢，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旧款的前轮是235/35/20哦。新款呢，其实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应该也是一样的。我看一下，这边也是235/35/20，但是在后面呢有所不同哦。在旧款的 Model 3上头后头其实也是235/35/20，所以是旧款的 Model 3前后的轮胎大小是一样的。但是在新款的 Model 3 Performance 上头呢，后款的轮胎有所改变，这边变成275/30/20，也就是说轮胎的宽度增加了。为什么要改这个更宽的轮胎在后头呢？因为它是性能车的关系，后面的轮胎宽了一点，更多的力量在后面帮助你的行驶车子的操控以及加速哦。当然啦，换句话说，也就表示说你现在新款的 Model 3 Performance 呢，你在轮胎要做 rotation 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前后对调，所以在轮胎的开销上头，因为这样子的设计的关系会增加，在这边大家要注意一下哦。OK， 以上就是这次的2018年的 Model 3 Performance 以及2024年换新版 Model 3 Performance 的左右对比，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哦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说，哇，这个6年的这个更新哦，是非常有感的。你光是从前面看起来，你就知道，哇，真的是漂亮许多哦。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啊，或者是有什么建议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记得留言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按下小铃铛，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。那我是胡老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唯一我觉得可能旧款比新款好的是，以前的话还有雷达的 sensor 在哦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。那新款呢，其实很早以前呢，特斯拉就已经把它改成视觉，也就是我们讲的 Vision 系统了。在这一点呢，我觉得旧款还是有它的唯一的优势在。那目前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是，旧款呢，你在里头还可以使用 Summon， 就是召唤的功能哦。那在这一点呢，目前现阶段新款还是没有开启啦，有点可惜。好了，我们就让车子往前，自动召唤往前啊！我觉得新款应该要赶快把这个功能加回来才对。